乌军无人机奔袭上千公里，北奥塞梯的莫兹多克空军基地袭击。乌俄最新战况，俄军未能有效利用窗口期，攻势毫无进展，被逐步反推。具体战况如何？荷兰拨款4亿欧元为乌军制造装甲车，美国宣布新一轮援乌计划。乌军在年底前将征兵约12万人，兵器兵员就位后，乌军会如何反击？6月8日，乌军至少发射25架无人机、2艘无人艇，袭击俄罗斯至少6个州和克里米亚。乌军无人机此次照顾的区域许多是首次攻击，除了苏57被炸，俄罗斯北奥塞梯的莫兹多克空军基地首次遇袭。这个基地驻扎着俄空天军的米格 31K 战机以及图 2M 轰炸机，用来空袭乌克兰。乌克兰无人机首次袭击以前从未抵达的地区，俄罗斯正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大。乌军无人机创造新纪录，奔袭1000公里，袭击北奥塞梯的莫兹多克空军基地。这是自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军无人机首次飞抵远离前线的北奥塞梯。俄国防部报告，在北奥塞梯阿兰共和国境内击落1架无人机，地方当局称至少击落3架无人机，北奥塞梯方面没有损失。这种回答火力军已经听过无数遍了，没有任何损失，已经成为俄罗斯官方对乌克兰袭击的标准回应，与袭击的真实战果无关。毕竟当年莫斯科号沉没对俄罗斯也是没有任何损失。塔斯社报道了这次袭击，称有3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莫兹多克机场，基地的仓库被击中，发生火灾并造成损失。按照乌克兰国防情报局的说法，莫兹多克空军基地驻扎着俄军米格 31K 和图 2M 轰炸机，用以攻击乌克兰。乌克兰国防快报报道，截至今年4月22日，莫兹多克机场驻扎着6架图 2MB 轰炸机、4架苏 25M 以及大约20架各种类型的直升机。此外，克里米亚上空出现乌克兰无人艇和导弹，塞瓦斯托波尔出现乌克兰无人艇。有分析认为，乌克兰对俄罗斯南部的打击也是为收复克里米亚做战略上的准备。乌军无人机再次飞行上千公里，袭击俄罗斯本土军事目标，只说明了一件事情：俄罗斯的防空系统无法做到发现并拦截这些无人机。在俄罗斯本土雷达接连遇袭的情况下，这点已经是不折不扣的事实。可以说，俄罗斯得感谢北约，只援助乌克兰 ATACMS 导弹和风暴阴影。这2种实际上的短程导弹，其射程最远也只有300公里。面对那些离乌克兰上千公里的俄空军基地，有些鞭长莫及。就这2个月以来，俄军部署最多、质量最好的 S-400被 ATACMS 接连打爆的情况来看，如果 ATACMS 导弹和风暴阴影的射程足够远，并且乌克兰被允许使用其打击俄罗斯本土，估计克里姆林宫都有点悬。在乌俄战场之上，俄军的处境也不是很好。在哈尔科夫方向，俄军攻势毫无进展，被逐步反推。卢甘斯克方向，乌军在6月7日使用 ATACMS 导弹摧毁了一个俄军军事设施。乌克兰消息人士称这是俄军的军营，但俄罗斯却表示 ATACMS 导弹摧毁的是民用设施。按照俄罗斯以往的惯例，无论真假都不会承认。谁真谁假，火力军也说不准。唯一能确定的就是乌克兰使用了 ATACMS 导弹的单一弹头版本，也就是装载高爆炸药，而之前使用的 ATACMS 导弹都是集束弹药。这就意味着 ATACMS 导弹可以被用于打击克赤大桥。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的进攻也不顺利，利普奇方向，乌军夺回赫里伯克定居点，进一步将俄军反推。沃夫昌斯克方向，乌军夺回沃夫昌斯克定居点大部分区域，俄军派遣车臣阿赫马特第204团和第138步兵旅增援，损失急剧增加。俄军原计划在哈尔科夫建立缓冲区，吸引乌军抽调部队回防，为其他战线创造条件。但缓冲区未能建立，却意外使北约15国解除武器限制。俄罗斯库尔斯克、波良斯克接连遭遇打击，目前俄军遭受重挫，已经无力挽回败局，但这远没有结束。要么俄军不断向这里增援天线，要么被赶出去，俄罗斯领土也将遭到持续打击。就当前战况来看，俄罗斯未能有效利用过去一段时间的窗口期，在乌军援助到位后，下半年持续取得突破的可能性几乎为零。目前荷兰、美国已经确定新一轮援乌计划，乌军在年底前将征兵约12万人。6月7日，荷兰国防部长凯伊莎·奥隆格伦宣布，荷兰将与瑞典和丹麦一起为乌克兰制造230辆 CV90 装甲运兵车，
其中180辆是荷兰制造。为此，荷兰专门拨款4亿欧元，专门为乌克兰造装甲车。除了建造装甲车，荷兰还协调德国为爱国者防空系统制造导弹，投资5400万欧元开发无人机。2024年3月1日，荷兰首相马克吕特与泽连斯基签署双边协议，2024年至少援助乌克兰20亿欧元，还在未来10年提供进一步的援助。荷兰还援助乌克兰24架 F-16，并花费3亿欧元为 F-16采购导弹，还不限制乌克兰使用 F-16打击俄罗斯领土。随着荷兰新首相的就职，本届荷兰政府将很快终结，但不管现任还是继任政府，都强调坚定不移支持乌克兰。美国这边也没闲着，6月7日，拜登与泽连斯基在法国巴黎举行会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汀一并参与。拜登向泽连斯基道歉，表示因为援助推迟6个月，导致俄罗斯获得较大的战场收益。拜登表示，美国将全力支持乌克兰，并宣布向乌克兰提供 2.25 亿美元的新援助。援助包括海马斯弹药、毒刺、霍克防空导弹、榴弹炮、装甲车、巡逻艇以及标枪和 AT-4 反坦克系统等武器。相关援助直接从美国库存中提取，不需要等待，可以立即发往乌克兰。根据乌克兰的请求和剩余金额，美国可以每2周向乌克兰提供至少 3.9 亿美元的总统削减授权资金，为期1年；每2周向乌克兰提供至少 5.25 亿美元的 USAI 资金，为期1年。有了武器装备，兵员也不能缺。塔斯社6月6日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议员鲁斯兰·戈尔边科表示，乌军在年底前将征兵约12万人。戈尔边科在接受乌克兰国家通讯社采访时表示，当下前线的指挥部和军队指出，今年的人员需求为10万至11万人，最多可以招募约12万新兵。此外，按照戈尔边科的说法，乌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已经修改了乌克兰此前讨论的征兵50万人。他批准的国防计划中并未规定征召如此多数量的新兵。可以预测的是，武器兵员就位之后，乌军将发起新一轮反击，哈尔科夫的战局或将再次被乌军终结。根据路透社报道，6月2日，德国总理舒尔茨称，北约即将向东扩展，并且会对东面的相关军事部署进行加强。北约的这一动作意在震慑俄罗斯。对于这件事，俄罗斯多方面指出，北约的做法严重威胁到俄罗斯的安全，他们这是在为俄罗斯的潜在冲突做准备。舒尔茨表示，俄罗斯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北约会在必要的时候对波罗的海3国，包括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部署更多的军队来保卫自身。德国表示，未来将会在那里永久驻扎1个旅。这种做法是一种很有必要的安全策略。早在去年的时候，德国和他的盟友就做出了增兵波罗的海的决定。波罗的海3国都与俄罗斯接壤，是重要的战略要地。北约从2017年的时候就在这里部署了3000名士兵。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北约在这里的兵员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去年7月份，北约决定继续增加兵力部署，并优化它的运作架构。到了年底的时候，德国和立陶宛就签署了一份长期的驻军协议，将向立陶宛派遣5000人，约1个旅级单位，用来长期驻守立陶宛。于今年年底，会有大约150人规模的先期部署小组抵达立陶宛，后续部队将在明年正式陆续入列。根据法国《世界报》报道，法国向乌克兰派遣的军事教官已经抵达乌克兰，并开始为乌克兰训练士兵。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希望成立欧洲联盟。法国空军退役上校佩尔德荣表示，派遣的法国军人已经在乌克兰展开工作。本周正式发表派遣声明后，对于乌克兰的培训规模将会更大。未来的培训也不仅仅只集中在技术上，还会向军事策略上延伸。根据五角大楼国防创新部门发布新闻，近日，企业测试车辆项目将为企业测试车辆确定商业和两用技术解决方案。这次测试车辆展示了子系统升级测试的模块化，这项技术还将为高速生产奠定基础。现在已经确定了4家公司将在未来的7个月内为美国空军设计、建造和飞行测试低成本巡航导弹的概念。它的核心目标就是展示新技术和工艺，以达到能够快速扩大生产规模。对于廉价且高度可生产的对峙弹药，美国军方一直都在期待着，因为像这样的武器在未来的高端冲突中将占据重要的地位。
为此，五角大楼国防创新部门和空军声明周期管理中心军备局进行了合作，并宣布已经被选中参与企业测试车辆项目。五角大楼国防创新部门的主要工作是帮助美国军方利用新的和改进的商业技术。五角大楼国防创新部表示，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和美国印太司令部都将作为合作者和评估者参与这个项目。为了实现未来的设计改进和子系统的快速进程，原型正在利用开放系统架构参与企业车辆测试项目，能够通过多种发射方式进行大规模部署，给任何防御对手带来压倒性的困境。根据相关报道，5月24日，匈牙利总统欧尔班表示，试着做到既可以不退北约，也不用支持乌克兰的做法。同样，在欧盟当中，匈牙利也在试图不退出欧盟，继续阻挠欧盟对乌克兰的各种支持。欧尔班近日发表言论，称西方应该明白，给予乌克兰的远程武器越多，俄罗斯军队渐进的就会越远。乌克兰人炮击俄罗斯领土，就会使俄罗斯更接近北约国家。这种荒谬的支持是在火上浇油。在过去的2年多的时间里，匈牙利也是言行一致，仅仅2年就阻止了41%欧盟有关乌克兰的决定，而且态度越来越强硬。匈牙利的这种举动彻底激怒了欧盟和北约，他们认为匈牙利在扮演俄罗斯的宣传员，动不动就抨击欧盟和北约，不仅严重破坏了欧盟和北约的团结，还削弱了欧盟的决策效率，削弱了欧盟和北约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力度。匈牙利累计阻止乌克兰的资金高达85亿欧元，阻止乌克兰进入欧盟谈判启动，还阻挠对俄罗斯的制裁，这引发了欧盟各国的不满。匈牙利的这种吃饭砸锅的行为，很有可能在砸破欧盟的锅之前，先把自己的饭碗给砸了。根据社交媒体消息显示，6月3日，朝鲜国防工业正在开发一种装甲车，这种装甲车为8×8火力支援型，因为它和现代西方战斗轮式装甲惊人相似而备受关注。新车是基于 M2020 8×8装甲底盘进行改造的，并且这个底盘在2020年11月10日的时候，在韩国劳动党成立75年庆典上首次亮相。近期，金正恩在对国防科学院进行访问的时候，检查了包括这款装甲在内的一系列的新开发的武器系统，包括尖端的轮式坦克歼击车，强调了该国国防能力的进步。金正恩趁着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期间，加速各种武器的测试，就是为了强化并震慑周边。根据相关报道，近日美日韩在新加坡举行会议，会议后3个国家发出联合声明，美日韩3国已经约定，在今年的夏天将首次举行名为自由刀刃的3边新军事演习。五角大楼在声明中称，国务卿和部长们决定的自由刀刃3边演习，他们已经确认了。3边演习的过程将根据多年3边演习的计划系统稳步推进。根据韩联社的报道，演习将会在海陆空以及网络空间等多个领域进行，但对于演习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等信息，美日韩3个国家的相关部门并没有进行披露。根据俄罗斯自由媒体报道，5月26日，一架属于乌克兰的葡萄牙无人机瞄准了俄罗斯的沃罗涅日 DM 远程预警雷达。这个雷达的部署位置位于奥伦堡州奥尔斯克附近，距乌军控制的区域约1500公里。乌克兰的这次攻击是俄乌冲突开始以来可能产生最大风险的攻击之一。根据社交网络中传出的视频和照片证实，乌克兰在本次袭击中使用的是凯特福 AR3 无人机，目前已经被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击落。相关的军事专家指出，乌军的攻击目标沃罗涅日 DM 雷达对俄罗斯意义重大，它被俄罗斯用来探测和追踪巡航导弹以及对洲际弹道导弹的战略预警，还用来探测俄罗斯是否受到核打击。除了这些，它还参与太空追踪。
报道中称，在本次袭击中，沃罗涅日 DM 雷达并没有受损，但乌克兰本次的袭击可能会威胁到全球的安全。军事分析家萨克西蒂瓦雷指出，乌克兰攻击俄罗斯沃罗涅日 DM 雷达的举动可能会导致局势严重升级，因为这是利用北约无人机实施的。乌军发动袭击的凯特福 AR3 无人机飞行了1800公里，这超出了乌克兰的监控能力，需要西方的军事情报和卫星支持。这意味着西方直接参与了武装冲突。俄罗斯自由媒体表示，葡萄牙成为第一个有意越过俄军红线的北约国家。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期警告，乌克兰用远程武器对俄罗斯发动袭击，西方的军事情报和卫星进行了相关的支持，这意味着西方直接参与了武装冲突。根据防务新闻报道，6月1日，陆军与通用动力地面系统公司进行合作，对于新型的 M1E3 艾布兰坦克提出要求。因为之前为乌克兰提供的艾布兰坦克投入抗俄战场后受到了广泛的差评。针对这个问题，北约授权制造商开始对 M1E3 进行初步的设计。根据相关的要求，新坦克的重量将会更轻，并且具有更多的高科技功能，让它能够更好地满足战斗中的需求。美国退役将领赫特林指出，老式 M1A1 艾布兰坦克引擎的进气口滤网需要频繁地进行清理，甚至一天时间内要清洗2次，否则发动机就会很容易坏掉。尽管在乌克兰服役的艾布兰不多，但这一特点会很容易造成艾布兰坦克失去战斗力，一旦出现故障就只能被送到波兰技术维修和大修。除了这个问题，艾布兰坦克耗油也很严重，素有油耗怪兽之称。或许也是因为这个原因，美国陆军去年决定取消艾布兰坦克的升级计划，转而研发更具现代化的新式坦克。除此之外，美国陆军还叫停了 M1A2 第4版系统强化套件的计划。诺曼表示，对于 M1E3 新式艾布兰坦克，需要从需求的角度出发，所以要在工程设计上进行大的变更，使所有的配置要优于现在的艾布兰坦克，但重量上要进行削减。目前艾布兰坦克的重量约73吨，新坦克最好控制在60吨以下。此外，诺曼还表示，动力方面也要采取创新，使用具有混合动力功能的传动系统来实现降低油耗的作用，还要达成理想的静音观测和驾驶功能等目标。在更好地避免被敌方发现的情况下，动力传输系统必须要能够保持高速行驶。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乌军的下一个目标是什么？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见。